学六脉神剑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何以毫无进展呢？哎，我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是以阴阳指为根基的，大师你会不会啊？我明知故问。哎，可不是吗？你又不会阴阳指，学起来当然是事倍功半的了。也就因为如此，我先教你六脉神剑的最后一脉。最后一脉？为什么要从最后一脉练起啊？哎呀，大师，枉你得道高僧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会不明白吧？最后呢，就是最尾的意思，也就是六脉神剑里的少泽剑，是最容易练成的。大师，你想不想练成？少泽剑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气自丹田而至坚壁诸穴，从清冷渊而至肘弯中的天井，在下移至会中、三阳络、四渎、外关、阳池、中枢、颞门，凝聚真气。这还不行呢，要将真气回运。这岂不是逆气而行？不错啊，再将真气逆流至会阴穴。再从会阴往上回山中穴，然后再将真气兜个大圈，移至背肩诸穴，再将真气顺利移至左手的尾指，将剑气射出，这样就叫少泽剑了。将真气兜个大圈，再逆运而行，从右至左，从左至右。是啊是啊，很难学的。如果大师不用心学，就别学了，不然学的不三不四，经脉大乱的时候啊，就大事不妙喽。还有啊，聚贤庄的英雄大会一定高手如云。大师要是怕死的话，那就别去了。我真不忍心看见你死在乱拳乱脚之下。混账！我鸠摩智早就想到中原来会各路英雄，如今有此良机，岂能就此放过了？只要我能练成这一路少泽剑法，将会更加如虎添翼。到时我鸠摩智就可以在中原武林中扬名立万。哼！这样就对了嘛。离大会之期还有2、3天，你要好好练习。段公子，烧好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王姑娘。段公子，你不会真的教他六脉神剑吧？他学会了，一定会杀我们的。你放心吧，我教他的方法是首尾倒置，逆气而行的。如果照这个方法练下去，你会练到经脉大乱，神志不清。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跑了。公子爷，我们沿途日夜追踪，除了在夏阳城和三川镇见过王姑娘留下的暗记之外，就再也没有王姑娘的线索了。会不会是我们的线索不对呢？不可能的，包三哥。那如果表妹真的落在鸠摩智的手上呢？他一定会朝西北方向而行的，除非那个番僧遇上特别事故才会改变方向的。两位不必猜测了，既然来到这里，就跟这里的人打探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公子爷，又有王姑娘的暗记了。好，我们进去打探一下。哎，快，请坐。哎，沏壶什么茶？啊，小二哥，请问你这几天有没有看见一位姑娘啊？她大概是20岁左右，身穿素服。姑娘，我们这里人来人往的，经常有姑娘出入啊。啊，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个番僧，那个番僧的年纪40岁左右，头很大，耳垂很大。哦，你说那个番僧我见过啊，他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公子，还有一位小沙弥呢。小沙弥，没有姑娘吗？没有姑娘啊，不过小沙弥呢不像是小沙弥，他的帽子掉了，露出了一大把长头发。那你有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？哦，
那个年轻公子说话呢，声音很大的，恐怕别人听不见啊。还有那个长头发的小沙弥啊，一直没吭声。不过那位公子呢，叫那位小沙弥为姑娘，还有啊，这里很多客官，都叫那个番僧为银僧啊。公子爷，一定是那个年轻的公子，一定是段誉那个臭小子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年轻的公子说过什么？他说了很多话呀，不过小人只听见说什么聚钱庄。凝聚真气，重左之右，从教之左。喂，好可怕啊！金币助学。为什么不行？凝聚真气，凝聚真气，凝聚真气！从左至右，从右至左，气聚难平。这金币助学，冲破了！我冲破了！我终于练成少尊剑了！咦，不是说召开英雄大会了吗？怎么这么冷清呢？我还以为很热闹呢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啊，大叔，请问这里是不是开英雄大会啊？英雄大会早就解散了。什么？解散了？不是说初9开的吗？我大哥乔峰有没有来过？乔峰，就因为乔峰前几天来过，杀了很多的人，所以英雄大会才解散了。那我大哥到哪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段公子，既然你的乔大哥已经离开了，那我们还是快走吧。万一鸠摩智追来了，我们就麻烦了。但是不知道我大哥怎么样了。我们走吧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竟然装神弄鬼，比我早到一步！你别乱来啊！废话少说，你怎么都没人啊？前来参加大会的各路英雄呢？你来迟了一步，英雄大会已经散会了。什么？散会？我鸠摩智没到就散会？没我鸠摩智，算什么英雄大会啊？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自己去问问嘛。就是啊。哼！你放开他！住口！臭小子，贫僧差点被你害得走火入魔。我鸠摩智神功盖世，最后总算冲破玄关。哼！你放开我！段公子，段公子，哇！你快点用6脉神剑打他！哦，6脉神剑，先试试我的少尊剑吧。见识见识吧！段公子，你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混账，你太无耻了！臭丫头，别怪贫僧对你不客气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原来慕容公子所言非虚。慕容复，你有什么资格跟贫僧斗？你只不过是贫僧的一个手下败将。你们中原有所谓的北乔峰、南慕容，北乔峰就避而不战，南慕容简直是浪得虚名。有僧大胆狂言！
鸠摩智，你想杀人灭口？大师，快杀掉这个妖僧啊！他会有无相截止。当初正在大理，玄龟大师的死很可能是他干的。我伯父保定帝也能作证的。贫僧精通各种武学，无相截止只是其中一项。此乃真正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无耻！你们要见识无相截止，又何须上少林呢？哼！真的没想到，少林的绝学，竟然要到贫僧手上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哈哈哈哈哈！弟弟，大哥，阁下是？在下乔峰，大师可谓好事多为。阁下就是乔峰？哈哈哈哈！贫僧今天总算有幸会齐北乔峰南慕容，只可惜南慕容早已不堪一击。鸠摩智，你在中原兴风作浪，掀起无数的争端，乔某也很想见见你。那就要看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。呀！降龙18掌，果然是武林绝学。贫僧今天有幸一睹乔大侠的风采，真是平生一大快事。只可惜，与阁下齐名的南慕容就似乎……哦，大师何出此言？南慕容只是浪得虚名，实在有辱阁下的声望。大师，你错了。慕容公子是在下的朋友，他的武功造诣，在下非常清楚。一时的成败又岂能定论？更何况，他胸怀大志，更是乔某所不能及。好，阁下的武功不但了得，胸襟更是宽大。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，世上没有几人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将来有机会，能够和阁下再较高低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鸠摩智，大师有何指教？哼，我玄卑师弟是否被你所杀？此事岂能就此作罢？明年9月15，是我少林召开武林大会之期，有请国师亲自上少林，好向大家做个交代。好，贫僧早就想见一见中原各路英雄，既然有此良机，定当欣然赴会。各位后会有期。哼！义弟，我先帮你疗伤。义弟，大哥，我还以为会死在鸠摩智那个番僧手上，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哥了。哎，义弟，看来你受的伤的确不轻，要多加休息。不行，好不容易见到大哥，今天晚上非跟大哥好好的干几杯不可。好，我们弟兄俩今天就喝个痛快。慕容兄，玄通大师，乔兄，两位何以会一起到这儿来？我和玄通大师为了追寻表妹的下落才到这儿来的。哦，说起来真是惭愧，只怪自己学艺不精，三番四次的败在鸠摩智的手上。这个鸠摩智的武功虽然博而不专，但是内功深厚，不容忽视。看来中原武林从此多事了。
既然大家身上都有伤，不如到里边好好的休息。啊，好啊。对了，我们还没有拜会这里的主人呢。我看不必了。聚玄庄2位庄主尤氏兄弟，在几天前已经自尽身亡。阿弥陀佛。打从这个英雄大会之后，我家的少庄主尤坦之少爷，因为不堪庄破人亡的打击，在办完2位庄主的身后事之后，就一去不复返了。那么现在尤少庄主到哪儿去了？他没有说，其他的人都走了，只剩小人留在这儿看守。对了，慕容兄，既然大家都有伤在身，不如今天就在这儿暂住一宿，明天再做打算。你意下如何？好，一切就由乔兄安排吧。好，不知大叔可否行个方便？啊，就请几位随意吧。好的，有劳大叔为我们准备几道小菜。好的，小人马上去办。有劳了。各位，为了追踪鸠摩智，已经耽搁了不少日子，老衲有事在身，就此告退。大师，都是我不好，耽搁您太多时间了。哎，王姑娘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现在能脱离魔掌，老衲已深感安慰啊。对了，9月15的武林大会，还请各位拨冗光临，让老衲尽地主之谊吧。啊，大师实在太客气了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表哥，那个范僧把你伤得很重啊。经过调养，已经没大碍了，放心吧。乔兄，啊，慕容兄，有何指教？今天总算见到乔兄的绝世神功，实在敬佩不已。鸠摩智虽然狂妄，但他所言也不无道理。慕容兄，你又何须为鸠摩智的一句挑拨之言而耿耿于怀呢？慕容世家系出名门，而乔某只是一介草莽，更被天下人认定为契丹孽种。此事虽未经查证，但已备受世人唾骂。一旦查证属实，恐怕休以其名的反而是慕容兄你。哎，乔兄言重了。大哥，谣言不足取信，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契丹人。再说呢，大哥光明磊落，顶天立地，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都是义弟安慰大哥的话。倘若铁证在前，天下之大，恐怕再也没有我乔峰容身之处。各位请吧。啊，乔兄，表哥，走吧。各位，为兄弟好友团聚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！表哥，你适量就好，你身体有伤，别喝太多。我知道。对了，表妹，你也喝一点吧。嗯。来。大哥这次重返聚贤庄，原来是为了打听阿朱姑娘的消息啊。当初阿朱之所以受伤，其实有一半是受乔峰连累。哎，一场误会，又岂能责怪乔兄呢？周大叔，在下请问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那天在英雄大会向薛神医求医的那位阮姑娘，如今有何下落？哦，你说那位半死姑娘啊？嗯，听说薛神医把她带回薛家庄医治了。那最好了，阿朱有救了。乔兄为了阿朱不惜身犯险境来到这里，求薛神医医治，在下亏欠你太多了。哎，慕容兄，你过于严重了。乔某就把阿朱交给你们，有劳几位明天去把阿朱接走。是，在所不辞。慕容公子，你明天就回燕子坞了？表哥为了找我，已经离开燕子坞很久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哦。是。哦。是的，是的。段公子，你不是又想跟我们回燕子坞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只不过呢，
只不过我看过义弟的伤势，需要长时间的疗养。可惜在下还要追查自己的身世，不能够把义弟送回大理。不知道慕容兄可否先带我义弟回燕子坞疗伤，再做打算？哎，瞧，哎，段公子为了救我表妹而身受重伤，啊，舅舅，在下当然义不容辞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从这儿到大理路途遥远，我怕自己受不了，只好打扰慕容公子您了。哪儿的话？表哥，你知不知道那个番僧多坏啊？他居然用段公子教他的少泽剑，把他给打伤了。六脉神剑是你大理段氏不外传的绝学。哼，那个番僧一定是事前威逼的吧？本来我想好好的教训那个番僧的，所以我把剑诀念成2句真，1句假，又头尾对调的来教他，以为他会练得经脉大乱，走火入魔的吗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冲破关口，逆转道行，居然练成了少泽剑。鸠摩智的确是武学上的绝世奇才。长老，